远古战族族长自然不知道楚风与老猫相识之事，也不知道楚风内心的变化，而是继续讲述。据他所说，老猫是一只特殊的猫妖，他也不知道战海川从哪里找来的这只猫妖，但这只猫妖确实具备特殊的力量。在战海川的帮助下，老猫融合了宝藏的力量，获得了开启宝藏的方法。此刻老猫吸取的气体就是在开启宝藏。当年远古战族耗费阵法之力与老猫和战海川进行对抗，本以为已将老猫打死了，战海川也是负伤逃离，不曾想老猫未死，如今却又归来。族长大人，那只猫妖旁边的人该不会是战海川吧？有远古战族长老问道。不会，战海川虽然修武天赋不错，但结界之术天赋一般，不可能修炼到这种地步。远古战族族长说道。族长大人，当年这只猫妖是何修为，您可知道？楚风对远古战族族长问道。他是觉得倘若远古战族族长所说属实，那老猫既然活了下来，当年也必然是受到了重创，也许修为受损了，不然不至于后面修为那么弱。那只猫妖从来没有展示过修为，但至少应该也是与战海川相近，应当是真神后期。远古战族族长说道。就在此时，老猫身旁的天龙界灵师取出了一物，那是一片铜钱，铜钱转眼间化作高达10米之物，落于老猫的身前。同时老猫法诀变化，其双眼泛白，紧接着大嘴一张，竟喷出磅礴气焰。同时那天龙界灵师捏动法诀，铜钱快速旋转，气焰自铜钱中心穿透而过，便转化为一道光柱，直奔城墙冲击而来。轰隆隆，刺耳的轰鸣，城内都是听得清清楚楚。那黑色通天的黑色城墙更是剧烈的摇晃了一下，虽然之后城墙的摇晃幅度减小，但却始终不断颤动，如先前那青铜城墙被攻打时一样。那只老猫是将宝藏内吸取的气体转化成了可以发动攻势的力量吗？淡淡问道。是，那阵法也很特别。楚风几乎确定老猫口中吐出的气焰就是他从宝藏内吸收的气体，但能够完成转变，除了老猫自身外，那铜钱阵法也很重要。所以楚风的目光凝聚在了那铜钱上。铜钱很特别，是远古之物，但阵法更特别，以楚风如今的观察力竟捉摸不透。父亲大人，族长大人，此刻战牡丹和战茉莉以及远古战族所有人都看向了远古战族族长，眼中尽是担忧。毕竟这黑色城墙是他们最后的屏障，若是这道屏障都破了，那他远古战族就将直面对手。所有族人随我抵抗来犯之敌。远古战族族长拿出一道令牌，令牌释放出无形的结界之力，是在传递消息。话罢，远古战族族长便飞掠到高空之上，来到黑色城墙近前。只见捏动法诀，顿时虚空颤动。这一刻，楚风能感觉到远古战族族长的修为是8品真神，还真被仙海少羽说对了。远古战族并没有天神境强者，只是随着远古战族族长法诀捏出，不仅虚空颤动，肉眼可见的力量开始自四周的天地浮现，涌入远古战族族长的身体之中。力量融入之后，远古战族族长的皮肤以及周围的空间都出现了金色的符咒，但那又不是简单的结界符咒，是融合了远古战族血脉的结界符咒，因此看上去十分霸道。被如此符咒围绕的远古战族族长，整个人的气质也是发生转变，当真宛如战神一般，立于虚空之上。甚至只看外表，远非外面的老猫和天龙界灵师可比，仿佛他若是出去，只要2根手指就能将外面的2位碾死。最主要的是，这股力量的融入之下，远古战族族长的修为开始快速提升，不过瞬息之间便达到9品真神，很快突破了9品真神，竟达到了1品天神。到得最后，远古族长白发变青丝，脸上的皱纹也减少了大半，俨然从一个快要入土的老头变成了一个中年模样。而他的修为更是达到了2品天神，只是修为至此似乎已是极限，那力量停止涌现。远古战族族长则拿出一道令牌，以双掌握紧，旋即对着前方一推，便有一道光柱喷涌而出，与黑色城墙相融。黑色城墙的力量也是肉眼可见的增强。在他的带领下，在场所有远古战族族人都是拿出一块相同的令牌，以相同的方式来加强黑色城墙的防御力。父亲大人，没过多久，便又有多批人马先后飞掠而来，显然是收到了消息，前来支援的。而这些人马中的为首之人，有的称远古战族族长为父亲，还有称爷爷的，甚至有的称远古战族族长为爷爷的，自身都已是年迈的模样了。由此可见，这远古战族族长子嗣非常之多。战茉莉和战牡丹应该只是较小的女儿，但也正常，毕竟听他之前讲述，似乎在战海川来的时候，他就已是远古战族族长了。他的真实年纪自然也要比战海川还要大得多。这种年纪，只要喜欢生娃，那子嗣多也是正常。而转眼间，城墙内部天上地下密密麻麻的都是身影，粗略估算，起码几千万远古战族族人来到此处，
全部都在凭借那令牌释放力量光柱，融入黑色城墙之中，场面颇为壮观。这使得黑色城墙得到了极大的稳定，全然没有了先前摇摇欲坠之感。远古战族还是有底蕴的吗？仙海少羽感叹之际，目光锁定在远古战族族长身上。他倒不是感叹远古战族齐心协力，而是感叹远古战族族长此刻展现的力量。虽说远古战族族人都在竭尽全力来加强黑色城墙，但非要说起来，真正发挥作用的也唯有远古战族族长一人。轰隆隆！可就在此时，伴随刺耳的轰鸣炸响，那黑色墙体不仅剧烈一颤，更是一股浓烟自墙体倾泻而下。定睛一看，是有无数裂痕出现在墙体之上，浓烟正是裂痕中喷涌而出的灰尘，但源头却是老猫。老猫身前的铜钱阵法再度变化，而老猫释放出的气焰也变得更强。这刚刚稳住的城墙竟要破裂开来，这让刚刚拾取一些信心的远古战族众族人再度陷入恐慌之中。若是这城墙都挡不住这猫妖，那若没了这城墙，他们又该如何抵挡这只猫这么强的吗？仙海少羽看向楚风，暗中无嫩。他们都意识到，老猫此刻所吐出的气焰力量定然超过了2品天神，甚至3品天神都不止，不然不可能具有如此威力。而就在此时，远古战族族长大袖一挥，3道令牌飘到了楚风3人近前。3位小友，有个不情之请，不知能否帮忙抵挡一下？远古战族族长都开口了，楚风3人自然不好拒绝，于是纷纷接过令牌。以他们3人的天赋，令牌到手便已知应当如何使用。这令牌竟是用血脉催动，虽说是血脉阵法，但毕竟还是融合了结界之力的血脉阵法。楚风以结界血脉催动效果更佳，伴随楚风3人的加入，那阵法之力得到了极大的加强。而远古战族众人都感受到了这一变化，毕竟突然出现3个外人的血脉，并且还如此强大，他们很难感受不到。于是几乎所有人都下意识地看向了楚风3人一眼，可楚风却根本没心思顾及他们的目光。虽说老猫这个人阴险狡诈，是只不地道的猫，可是楚风与老猫好歹也算有些交情，楚风自然不会听信远古战族族长的一面之词。他很想询问一下老猫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本来没这个机会，可眼下通过这个令牌，楚风寻得了机会。令牌将血脉之力融入黑色城墙，而眼下老猫也在用他的力量攻击着黑色城墙，城墙便是他们链接的载体。远古战族的人都不擅长结界之术，楚风有把握在远古战族没有发现的情况下传音于老猫。只不过为了安全起见，楚风所施展的步骤也是较为复杂，花费了一定的时间。老猫，是我是楚风，我现在在远古战族之内，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你与远古战族到底有何恩怨？楚风终于成功，立刻暗中传音于老猫，只不过老猫却没有任何反应，就像是没有感情一般。楚风不由再度通过阵法打量老猫，发现老猫杀气滔天，与以往的他全然不同。此刻老猫的身躯依旧渺小，可他给人的感觉却异常可怕，不是形态上多可怕，而是那股气势就非常的可怕。莫非这根本不是我认识的那只老猫？可是那杆烟袋明明与老猫的一样。楚风心中泛起了嘀咕，外貌来看，这的确与老猫一样，可他给楚风的感觉却又与老猫全然不同。老猫给人的感觉是狡诈，而外面这只给人的感觉是猛兽中的猛兽，极其危险。楚风小友，可就在此时，一道暗中传音镜自城墙之外传入楚风耳中。楚风内心震撼，下意识将目光从老猫身上移到了那位天龙界灵师的身上。你是？楚风反问，因为他不仅确定那暗中传音是那天龙界灵师的，他还从对方的语气中确定对方认得自己。楚风小友，这么快便将老夫忘了吗？那位声音再度响起，只是声音却变了，不再是一个青年的声音，而是一个年迈老者的声音，是如此的熟悉。楚风恍然大悟，终于知道为何初见那天龙界灵师便感觉似曾相识了。真龙大人，楚风进行回复。而真龙大人来头可不简单，真龙大人是一位界灵大师，本是图腾龙族的客卿大长老，白云清师尊。太史心中在图腾龙族的位置原本就是真龙大人的，只不过真龙大人年事已高后便离开了图腾龙族，但那已是极其遥远的事情。之后真龙大人再也没有出现，世人都默认为他已经死了。后来楚风无意间发现了真龙大人的遗迹，也是那个时候初遇白云清。当时楚风与白云清以及老猫一同争夺真龙大人的传承，最终楚风得到了真龙大人的传承，也是在后来寻找传承的时候结识了月灵，而那传承对楚风的帮助更是极大。楚风本来在结界之术方面的掌控力和技巧是落后很多的，甚至初与白云清与其交手便明显不如白云清。正是得到了真龙大人的传承，楚风对结界之术的掌控力才突飞猛进，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。只是当时楚风看到的真龙大人以为只是阵法所化，他一直以为真龙大人本尊已经死了，不曾想真龙大人还活着，并且变得如此年轻。
当初老夫便知道你是难得一见的人才，但你的进步速度仍令老夫感到意外。神之时代还真是名不虚传。那天龙界灵师发出感叹，更是确认了他的身份，这位正是真龙大人。真龙大人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与老猫怎么会走到一起？这是老猫吗？楚风询问。你们当初所寻得的老夫遗迹，乃是老夫的藏身之所。老夫使用秘法于那里闭关修炼，只为重生。当老夫重生之时，修为也得到了极大的增进，不然也不会有今日境界。至于我身旁这位，他正是老猫。我曾听老猫讲过他与你的事情，知道你们之间渊源不浅。只不过他现在的状态有些特别，没有办法与你正常沟通。倒是你是怎么进入此地的？真龙大人询问。楚风也不隐瞒，将事情告知了真龙大人。毕竟相比于远古战族，楚风觉得真龙大人更加可信。原来还有这种事。楚风，远古战族一定把老猫形容的很不是东西吧？真龙大人笑着问道。确实，他们说老猫曾与战海川联手，想夺取他们的宝藏。大人，那您能告诉晚辈，你们为何要攻打远古战族吗？楚风询问。你既然是因那宝藏而来，那便从那宝藏说起吧。远古战族根本不是远古时期的种族，他们是这个时代的种族。他们自称远古战族，是因为他们得到了一个远古时期的宝藏，那宝藏让他们获得了远超出其他修武者的修炼速度。别看现在的远古战族很弱，可当年的远古战族甚至有一统浩瀚修武界的能力。但你知道为何远古战族的传闻并不多吗？甚至他们那么强大，时代初期却并没有留下太多事迹。那是因为他们族人一直在此闭关修炼，当他们觉得已经可以一统修武界之后，远古战族先祖便率领所有精锐前往了当时最强的祖武天河，想要一战成名。只是当他们到达祖武天河之后，还未能挑战那些已经名扬修武界的强大势力，便遇到了一个不知姓名的神秘宗门。远古战族本想小试牛刀，却不曾想远古战族在那神秘宗门面前竟不堪一击。也是那个时候，远古战族被打得怀疑人生，最终分裂。而远古战族先祖则是闭关修炼。原本远古战族族人以为他们战族先祖出世会去祖武天河报仇，不曾想先祖出世后并没有去报仇，反而是为后人这座守护大阵后，便率领全族精锐进入了第9道天河。关于这件事，远古战族有传闻是他们的先祖在那宝藏中不仅获取巨大，还顿悟到了天机，那天机就隐藏在第9道天河之内。但不管这种说法是否存在，可以确定的一点是，远古战族先祖能达到那番成就，甚至他们如今引以为傲的战族血脉，都是依靠那远古宝藏。而那远古宝藏是老猫的。真龙大人说道。